大家好，我是 P 的猪啊，欢迎来到我的新频道小猪的游戏时光屋啊。为了不干扰那个 YouTube的那个推荐算法呢，我现在以后的那个 Vlog 还是会保留在那个原频道，而这里的话就是专注于游戏视频的分享啊。虽然这个决定做的有些意外啊，但是我希望在这个频道里面啊。为这个大家带来更纯粹的那个游戏视频的分享啊，然后一些体验心得。咦呀你！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个逃离亚科夫啊，它是 B 站发行的，然后那个制作商是 Team Soda，它那个是一个45度视角和俯视角双开的一种射击游戏啊，它让我想起了这种霓虹深渊和那个失落城堡这种高完成度的小成本佳作啊。如果你是 GTA 2的玩家，或者是一些这种45度视角射击游戏的这种玩家，你会对这种视角倍感亲切啊。如果你是萌新的话，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适应啊，但是绝对值得一试啊。我已经通关这个生存难度了。这款游戏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在单机的情况下完全保存了这个塔科夫的这种收打策的这种乐趣所在，也就是说它完全剥离了这种多人 PVP 的社交压力啊。如果你喜欢这种没有喷子啊，没有压力怪啊，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探索，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话，我觉得这款游戏是非常适合你的。而且它也有mod打，现在已经出那种多人联机的mod吧。这个游戏的设计手感啊，地图设计啊，还有这个武器的种类啊，我觉得应该是它的几个优点吧。首先说这个设计手感，T1的这个级别的跟手的体验啊，不要小看这种可爱的画风啊，然后本作的设计那个反馈是我觉得是堪称一流吧，至少是追上了主流的嘛，动作流畅，然后那个枪械的打击感还是极佳的，最关键是那个操作跟手吧，哪怕是那种俯视角的话，它依然保留那种爆头的判定啊，你需要那个熟练掌握瞄头像。这个对你通关还是至关重要的。地图设计呢，我觉得比较有趣啊，它是不是无缝开放的？但是它又通过那个巧妙的转场啊，把这个几张地图啊，0号区啊、仓库区啊、农场镇啊、实验室啊，以及最后回到那个0号区进入风暴区啊，它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啊。任务引导呢也非常的顺滑，既指引了方向，又没有过度限制玩家的自由探索的那个节奏啊。你能够跟随他的那个主要任务啊，比如杰夫那里啊，他可以直接就是说你接他的任务就完全可以推进剧情啊，然后推进这个地图的流程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踏入那个农场镇的时候啊，因为前面那2个0号区和仓库区是非常小的，小到那种我开始以为都是小成本制作嘛，想着啊，基本上就是这种小游戏一样，只有很小的地图。然后我初次踏入那个农场镇的时候，真是被震撼到了。那个地图我估应该是可以说其他的几部地图全部加起来，我感觉跟农场镇差不多大。那种未知的震撼感是真的强。那么第3个呢，就是那个武器的那个多种多样吧。它这个武器虽然是射击游戏啊，但是它有5种职业吧，它适合不同的玩家。你喜欢做豚鼠啊，喜欢做这种近战狂人啊，还是这种射击的高手啊，都有你的玩法。我主要是玩的那个枪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它的那个打枪的手感非常好，当然也有那种喜欢玩近战一刀流的。那么就结合我玩下来之后说一下吧，我用的最多的就是步枪和冲锋枪。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游戏里面枪手的版本答案吧。因为步枪的话，它是伤害不俗啊，然后那个配件搭配灵活啊，然后它有个就是说，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够用了吧，在这个游戏里面的射程，你基本上一个屏幕的话都能打到啊，因为它是俯视角，它不是有那种纵深很强烈的纵深感嘛，你就是只能在那个平面上面去看到距离啊，所以说步枪的覆盖范围应该是完全够用的。然后冲锋枪的特点就是你能够提高移速啊，然后那个腰射，我觉得应该是枪手的版本答案了吧。基本上它能够你配合好一些毕业的配件的话，能够实现那个高速的跑打，我觉得应该是本作最快乐的玩法了。我觉得要避雷的话就是狙击枪，当然有这种狙击枪专精的玩家，他喜欢玩狙击枪，但是我觉得这种游戏的话，狙击枪它的优势不太明显，它不能真正的是形成那种你像 CS2 里面的这种一枪毙命啊之类的这种效果，它往往你一枪基本上是带不走敌人了，因为它有甲的设定和一些子弹的那个等级的设定，它那个子弹的话，而且那种高级的子弹都是比较稀有的，而且前中期我基本上是不敢使用这种枪，除非你到了实验室就可以开始肆无忌惮的用这种子弹了。所以说我觉得它比较鸡肋吧，因为拉栓又慢，容错率又低，你有时候基本上你开了一枪的话，第二枪你的机会敌人就基本上走到你附近了，而且你爆头也不能打死他，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狙击枪的话还是你没必要吧，除非你做任务啊，或者是后期想换一个口味啊，就是通关之后你想换个口味，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然后这个敌人的 AI 的设计啊，我觉得还马马虎虎吧，它会有一定的这种作战的那种想法在里面，但是更多的是的话，即便你是玩深层难度啊，它也不会是显得很聪明。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引诱它进入你的那个陷阱里面，可以无脑的击杀。但是我看到有个 mod 嘛，是个韩国的那个玩家制作的，它是能提高那个敌人 AI 的，总体的反响都还不错。适合你，就是说你觉得这种原版 AI 你玩的不是很尽兴的，可以去加载那个 mod。好吧，我觉得这就是我玩下来的几个优点啊，需要那个不足的地方，我觉得当然也有啊，比如说它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 UI 的设计嘛，我觉得它那个如果玩过三角洲或者是塔科夫的话，它应该是那个物品它是有背景颜色是有等级之分的，比如说红橙啊、紫啊、蓝啊、白啊，是吧？但是这个的话，它只有一个颜色的显示啊，就是背景的话，就是一个颜色，就是容易导致你啊不知道哪些物品你是需要的，你就会直接就会卖掉给那个 NPC 啊，因为前期都是比较缺那个钱的嘛，包括修装备这边都需要钱嘛，这是我觉得一大问题吧。好在可以有 mod 嘛，mod 可以解决问题嘛。我觉得这些 mod 都是你玩这个一定要装的，它会提升你的游戏体验。然后我觉得 boss 的话，它是在一些地方缺乏那个引导啊，在这个开放的那个地图里面。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是明显这样设计的嘛，让你去尽情的探索啊之类的，让这种收导册的这种未知的属性充电在里面嘛。但是如果你是后期你要做一些任务的话，需要或者找相同的 boss 的话，我就觉得需要有一个引导玩家更快速的完成一些这种任务啊，一些就是说比较浓吧，就是说比较就需要 farm 的这些任务，我觉得它需要引导一下这个 boss 具体在哪些位置，你能快速找到它。好的，这个也有mod那个解决吧 ，Steam 所以说创意工坊的存在就是这个好处，就是在这里啊，它完美的解决了一些你游戏实际体验中一些小的痛点，好吧。
然后最后我就来推荐一些 mod， 比如说你那个物品等级的 mod， 然后一个压压市场吧。压压市场的话，虽然会降低这种游戏的难度，因为它可以是就像 Steam 市场一样的话，你可以直接在游戏里面跟其他的玩家购买一些道具啊，一些比如说任何道具你都可以买啊，这也可以快速的跳过某些这个，比如说你要升级的这些材料啊，你实在不想去收啊，少浪费点时间，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买，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改变游戏玩法的嘛，这个是建议你通关之后去玩的，一个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的那个 mod。最后呢，我想说呢，总的来说，这个售价不过百的逃离亚科夫呢，绝对是物超所值的。它完美实现了这种收得出、打得过、撤得了的核心循环，同时在这个单机的环境中做对了不输给多人竞技的紧张感与手心冒汗的刺激体验。我自己玩的时候，我都感觉哇，有时候被那种老六追着的时候，你那个手心就不停的冒汗的那种感觉是真的刺激啊！包括你收到了很多东西百万撤离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如果你喜欢这种收打撤的游戏啊，买它是我觉得是十分推荐的吧。好吧，这一期总之到这里了。以后的话，这种游戏视频的话，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我的这个新频道游戏小猪的游戏时光屋里面呈现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订阅啊，这对我一定的点赞，这对我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好吧，这一期就到这里了，拜拜。